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很高兴又跟大家再见了。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5月28日周三下午的5点44分啊。黑米 Network 第二次人性认证的话已经开始了，那这也是最后一次。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第一次的验证，因为它一共要验证2次才作数。那我们不敢打包票它是不是空头的一个凭证，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至关重要的，尤其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。那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选择到当前的这一个黑米的主网。选择完成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核验了。但是核验的话，它需要你当前的黑米的主网当中持有 0.001 的 ETH 以上。那具体的金额的话，它在这里有标注。很多观众也会说，我只有在 ETH 上有钱，我的黑米的主网当中是没有钱的。那我怎样将这个钱跨链到这一个主网当中？那我们这边的话给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网站，那同样它也是黑米主网的这样一个网站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首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将当前的网络切换成为 ETH。在这里呢，你就可以进行到跨链了。这里的话有输入具体的金额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能够得到的这样一个数额，然后进行到一个 deposit 的充值就可以了。掌纹的话，每天要进行一下签到，因为他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了一个 fair drop， 有可能是空头的一个暗示。那也确实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发这样一个空头，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。接下来就看这个项目方到底懂不懂事了。再是 River， 那最近大家都知道嘴撸的话已经是全民热潮了，很少有人再去分享具体的一个空头教程，或者是再做一些详细的教学。那我平时的话，其实找素材啊或者等等，确实有点困难最近。不过呢，我也在钻研一些其他方向的赛道。那我们昨天那个视频的话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。这边的话 ，River 名牌空头的一个交互的全攻略啊。那这个项目的话，我们不给大家过多介绍，然后来给大家说一下如何进行参与啊。我们来到 River 的这个界面，首先要选择一下这个标签页的 For Fun 这一个，点击之后呢，如果第一次登录的话，肯定是需要进行到推特的绑定的。那因为最终还是要去推特发文跟别人互动，然后引流，然后得到对应的积分奖励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不然为什么叫嘴撸呢？然后这里呢也是需要邀请码的，没有邀请码的话是不可以进行到登录的。邀请码的获得方式的话，你是可以在 DC 频道当中去找到的。那我这里的话我自己都没有啊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分享其他的邀请码。但是我说了，你可以在 Discord 当中去找到。在你每一次发送推文的时候呢，请一定要艾特一下这个官方啊，这2个官方，那最好2个都一起艾特。然后呢，会根据你内容的触及量，然后发送对应的 River 的积分。那这里属于领路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的话是 River 本身的一个生态啊。这里的话是存款赚取到 River 的积分。那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，这边有 Mint、Swap、Bridge、Rhythm 或者是 Staking 都可以去做，但是大家都是要花钱的。我个人认为的话，这里其实如果你不是深度参与 River 这个本身生态的话，那做一下领路的，就发送一篇推文，然后跟别人进行一下互动，艾特一下官方就可以。那无论获得的积分多与少，重在参与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万一呢，对吧？我知道很多观众也很可能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，或者是刚入币圈没多久，在这里呢推荐大家提前注册下交易所，像我们的币安、OKX 交易所，这些主流交易所呢将会对我们以后的加密生活铺砖添瓦。同时呢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的话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的优惠、独家的新人福利、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，赶紧注册起来吧！另外呢，在每一期视频的下方都放置了我们跟单交易所的跟单链接，在这个方向上呢，你可以利用自己的闲置资金实现利滚利的收益，那么最大化自己的闲置收入。OK， 我们在视频的末尾的话，给大家带来一下 Soul 的测试网如何进行参与啊。那其实我们早先的话有出过这样一期视频的啊，只是那个时候呢，有些观众也在评论区当中反映，就是说还希望能够继续做一期这样的深度体验。那当时的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测试网可能太卡了，然后做起来就交互起来很慢。那今天呢，不知道有没有修复好，所以带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我们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这个教学。首先的话，来到这个页面当中，选择一下 Seed， 就是种子的这个标签页，然后选择到我的任务这一个板块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它现在是出了一个公售的这个 SO 的代币啊，那大家不用管，我说了，就是可能任何要花钱的话，大家就暂时先跳过吧。
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一个项目有预期的话，你也是可以去买的。在买之前呢，你可以选择到一个模拟，这里比如说我们投入多少的 USDT， 然后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种子。模拟一下，它这里比如说我投了923，它给我21颗种子，去你妈的！然后这里呢是访问的公开销售啊，那我们不做这个要求。接着往下看这些任务，首先要跟你说一下，所有关于社交类型的任务都是要去做的，比方说关注到他们官方的推特啊等等，全部都是真的任务，一定要去做的，不然没有办法核验成功。当你做完这第一项的话，它第二项才会解锁。然后这里的子任务呢，也是一项一项来的啊，所以的话不要去跳。然后这里我们第一步先领取测试代币，第二步的话是提供 Avalanche 雪崩链上的任何可用资产啊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访问应用的程序，来到这个页面当中呢，很多观众也跟我一样，可能一筹莫展，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去做。首先点击一下我们左手边的供应这一个按钮。然后在这里呢，选择一下 Network。我们刚刚有在说啊，它这个任务的话是建立在就是要提供雪崩链上的任何可用资产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当然也要选择到雪崩链啦。这里选择好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到一个供应了。好，我相信这个时候呢，观众老爷肯定会说，哎，我没有当前这个雪崩链的测试代币怎么办呢？那其实的话是可以另起一个新的浏览器。然后搜索一下，就雪崩链的水龙头啦，就这里啦，搜索一下。然后呢，在下方的话会出现很多个可以领取测试代币的网址，然后大家去找到能够领的就可以。反正我测试代币没有的话，我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做的。那我们再返回到这个页面，你会发现它除了雪崩链，它还有 ARB、有 Base、ETH 和我们的 OP。那你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呢都去进行尝试？我不敢保证每一个网站都可以领，但是呢，一定有一个。我们再返回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，然后呢，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要先选择到第一个资产。选择完成之后呢，它对应的这个才会跳转到雪崩链啊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输入一下。你可以拉这个进度条来，也可以自己就是手输。我们推荐啊，大家还是在这个方向上自己手输比较好。然后这里呢，给到它0点越低越好了。我们只需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给太多，因为测试代币的话挺难获得的。然后这里我们进行一下供应 ，OKX 钱包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，在付费之前一定要再三确认当前扣除的是不是雪崩链的测试网。是不是对应的测试代币？然后我们这边确认一下，一定要再三确认，你不要等一下直接扣掉主网或者是其他网络下的那个币种，那对你的财产会造成一定的损失。然后这里呢，应该是已经可以了啊，这里显示已经可以了。可以之后呢，我们就返回到这个页面进行一下验证。那一般来说的话，验证是比较快的。这里呢就可以进行到第三个步骤。第三个步骤的话是提供 ETH 索波利亚链上的任何资产。其实这就是一模一样的啦。选择一下供应，然后选择到我们的 ETH 的这个供应链。然后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手输啦，然后进行到供应，认证一下这个任务就好。我知道很多观众老爷的话，在做到下面一个步骤的时候会有一点困难。他这里说添加与雪崩链上抵押品相同的资产。那这个方向的话要怎么去完成呢？其实也是比较好理解的。我们首先要去看一下这个英文单词啊，你要记一下这个英文单词。我其实很讨厌这个界面了，因为字又小啊，看得很麻烦，看头昏了，细昏。然后这里还是选择到供应，选择完成之后呢，我们选择到雪崩链，它的意思是添加于雪崩链上抵押品相同的资产。那我刚刚让大家记住那个英文单词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在供应的时候是不是供应了 0.01， 对不对？那一开始供应的话应该是 0.01 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不是一开始叫大家记住一个英文单词嘛？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到这一个英文单词，然后将这一个进度条全部拉满，因为它需要保持我们抵押品和我们的这个金额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刚刚质押了 0.01 嘛，就充值了 0.01， 然后这里的话也要输入对应的数额，然后进行确认这笔交易。
完成这个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到核验了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启到下一个任务。这个任务的话是提供 ARB 链上的任何资产，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环节就不给大家演示了，因为好像都差不多了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这里也是就是提供这一个链上的任何可用资产，方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进行到一个供应，然后选择不同链。那这里的话其实都有标注的，选择不同链，然后去一一做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好像也就确实没有什么别的实质性内容了，都差不多了，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它链不一样而已。那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呢，相信大家肯定就知道怎么做了。那么本期教程的话也就暂时告一段落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